接任蔡总统的人至为重要。他说看看香港的转变有多快，民主毁灭的速度有多快，法治崩溃的速度有多快。台湾下任领导人很重要，因为这个人将站在最前线，与巨大的中国抗衡。各位财讯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金河，欢迎再度收看老谢开讲。这个礼拜呢，在大选当前，我们来看2024开始进入到新的历史的里程碑。在2024年当中呢，全世界有超过40个国家呢要面临大选。这大选当中啊，台湾等于是起身炮，在1月13号呢，我们要即将选出台湾的总统、副总统的当选人。同时啊，立法院要面对国会有没有过半的挑战。之后呢，我们看到年中的时候呢，美国要总统大选。欢迎你一起加入财讯的频道会员，支持最懂投资的财经媒体，跟我们一起追踪政经趋势以及产业状况，成为财讯粉丝团，也就是财团的一份子。或者你也可以针对喜欢的节目抖内我们，让我们可以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精彩的节目。从台湾的总统大选到美国的总统大选当中，也包括印度、俄罗斯、印尼等等重要国家呢，都面临选举的一个洗礼。未来的世界呢，我相信在2024年当中啊，我们大概可以看到一个耳熟能详的形容词，叫诡谲多变。这个诡谲多变呢，2024啊开年大致上，第一个呢，我们先从全球股市来跟大家做一个说明。我们来先看一下，在开年的第一天啊，全世界其实股市啊都呈现一个下跌的状态，所以大家可以感受到，在美国是第一天啊，费城半导体呢跌了 3.65%。那么全年来看呢，在2023年全世界的股票市场，尤其以美国为主，包括费城半导体呢涨到 64.9%， 而纳斯达克呢涨了 43.2%， 纳斯达克100涨了 53.81%， 这个都不得了。台股在去年这一年涨了 26.83%， 我们 OTC 涨了 29.76%， 而日本的日经指数呢上涨了 28.24%。 大家可以感受到股票市场有一句话呢，股票涨多就是最大的利空。在经过2023年的大涨之后呢，到了24年一开年啊，现在看起来卖压涌现。这个涌现呢是市场上有一个调整，那我想也是好事。但是对2024年来讲，全球的政经情势啊，会在一个诡谲多变的一个状态下呢，它呈现一个调整。这个调整我们也看到，在竞选的过程当中呢，国民党的副总统候选人赵少康说，外资都走光了。这张表也告诉大家，在过去的地缘政治很紧绷的时代呢，2020到2022年啊，大家都知道经济学人啊最喜欢把台湾当成一个地表上最危险的地方，他也列出了全球4大火药库。等一下我们再跟大家详细来介绍。经济学人恐慌市井台湾的3年当中啊，外资连续3年呢是卖超台股，总共卖超的金额是2兆2259亿台币。在这个大卖超当中啊，台股仍然是挺立在17000点以上，而2023年结束了，外资总共买超台股是2752亿，那这个可以看它总共上涨3793点，外资在11月呢净汇入 112.79， 所以这个也是代表外资在去年啊有庞大汇入款进入台湾。我们当然可以看到，经过23年的大涨之后呢，现在全球有5大黑天鹅，那这当中啊也包括地缘政治的张力。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在菲律宾的外海，中国的船舰跟菲律宾的补给船啊是在碰撞。那这个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亚洲整个南海的情势啊仍然非常的诡谲。而一向看坏美国看好中国的吉姆罗杰斯啊，他其实一辈子只看对一个行情，叫商品行情，他叫商品大师。他讲说美国会出现经济灾难，那这个话其实他已经讲10几年，每年都在讲。而最大的关键，其实2024我们要特别留意美国的总统大选，它一定攸关全世界。然后上一次呢，川普在2000年的大选当中呢，他发动国会的抗争而造成的很大的冲击。川普现在呢还有官司缠身，他能不能代表共和党呢来角逐美国的总统大位，现在还是未知数。但是呢，美国总统到底是谁，它会攸关未来全世界的走向。还有一个呢，在日本最近天灾地变，一个石川县现在大地震之后呢，它造成非常大的伤害。同时呢，日本的这个运输机跟日本的客机啊，在机场在羽田对撞，这个也造成5人罹难啊。这个刚刚开年，日本天灾地变给大家带来很大的启发。
好，今天重点我们来看到在未来的战争的形态。大家可以看到，在2024年当中啊，最近全世界包括华盛顿邮报、包括纽约时报，大家都在讲战争。好，2024不可轻忽的风险。地缘政治的后果呢，全球要付出代价。那我们大家回头看一看，在地缘政治风险当中啊，刚才给大家看的，在过去呢，全球4大火药库，从北约到乌克兰的战争，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欧洲在过去这2年，本来这个战争大家就认为3天就快速解决，但是呢，到现在经过2年，双方仍然难分高下，那互相对轰，但是看起来这是一个国力的消耗战。以色列对哈马斯呢，理论上来讲，哈马斯的部队军力呢，相对跟以色列有一段非常大的差距。以色列强国强兵在过去几年当中它可以打败中东7个大国，但是呢，现在对哈马斯呢，他已经持续交战3个月，但是呢，战争还没有明朗。以色列的总理呢，纳坦雅胡也宣告这一场战争可能会持续很久到底会多久？也告诉大家，在以色列的哈马斯的战争，或是俄罗斯跟乌克兰，他们在地形上呢，大概都以平原为主。那这个平原其实大家可以稍微想象，坦克一开就过了。台海呢，它的形势是相对我们有135公里的台湾海峡呢做屏障。这个在登陆战呢是相对不容易的那我们大家看到，除了乌克兰跟以色列之外呢，亚洲有几个随时一触即发的危险地带第一个的南海大概以中国跟菲律宾为主另外呢，台海危机经济学人这3年不断的示警，南北韩的情势呢最近让大家高度紧张，但是真正最关键还是中国跟日本的关系。我们现在回头看一下，这个是在现在的俄乌战争其实俄罗斯最近又打了飞弹，也造成乌克兰的伤亡，但是呢，双方都没有太大的进展。这个战争可能会持续很长时间这个对俄罗斯来讲，打过一场战争之后呢，我相信对国力会造成非常巨大的耗损另外一个呢，以色列跟以哈战争呢，他说美国希望速战速决，但是以色列认为会持续一段很长的时间。那整个中东在巴勒斯坦的加萨走廊现在看起来一片火海，而且大家可以看到，以色列在加萨走廊发现大量中国制造武器，而以色列的战俘呢，现在还没有完全被释放。那这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以色列对加萨的攻击仍然没有松手，也造成了大量的伤亡，也在全世界引起非常大的争议最近大家注意到，哈马斯的地道呢，在这一段时间以色列把它公开了，就是地道已经非常现代化这个对战争呢，以色列原来想要去从地中海引海水把它灌到这个地洞里面去现在还没有进一步的行动，但是呢，现在看起来双方是这个缠战还是非常的激烈这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在亚洲的情势里面中非的紧张呢，现在美国在关键，美国到底要不要启动美菲的防疫条约，这是大家现在可以想象得到，在南海情势现在一触即发。而小马克思总统呢，他最近也讲到，他说对抗胁迫呢，坚决维护主权。他说菲中关系前所未有的紧张。这个时候呢，不但台海，而且菲律宾的情况呢也非常危险。在最近大家可以看到，金正恩呢下令部队随时为战争来做准备他在这一次12月31号呢年终讲话，他说他不再寻求跟韩国的这个和解跟统一，而且呢南北韩永远不可能统一，而且命令军队对可能发生的战争也要做准备。这个时候我相信金正恩的举动呢会撼动现在的朝鲜半岛。大家最近注意到的，金正恩还是不断的在研发核武，而且不断的飞弹试射。他在主持的一个中央会议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看到，他也等于是用战争的手段来巩固他的权力。而南韩的李在明在野党最大的主席呢，他在釜山的活动当中遇刺这个也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韩国的政局呢也陷入相对的紧张。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上次到朝鲜所拍到的这个北纬38度线。这个38度线呢，大家可以知道，越过这条线呢，其实这个就是南北韩的分界点。那大家可以看到，台海为什么在这段时间台海情势很紧张，但是呢，我们距离战争还有一段差距那大家可以看到，台湾的重要性呢，来跟乌克兰比。我引用明居正教授的观点，他说，美国如果丢掉乌克兰，他说美国丢掉面子，欧洲的盟国呢会担心俄国。
第3点呢，欧洲反俄之心呢会更强化。第4点呢，欧洲各国不会完全亲俄。第5点呢，美国不致伤筋动骨，它面子难看但是没有到伤筋动骨。如果台湾丢掉的话呢，会有7个效应第一个，明老师说亚洲各国倒向中共。第2个呢，美国退出亚洲。第3个呢，美国的国际地位会大跌。第4个中共霸权会称霸世界。第5项呢，人民币取代美元。第6项呢，美国财政崩溃。第7项呢，美国可能会放弃台湾。这个就是现在大家所要面对的，也就是丢掉台湾，美国可能是从此霸权解体；而丢掉乌克兰呢，美国会丢掉面子，但不至于伤筋动骨。所以这是台海在未来的战略的一个顺位当中台湾为什么经常会站在浪尖之上？不是我们挑衅这个中国，而是中国呢对台湾有这个维持霸权的一个姿态，所以台湾一定会处在一个相对危险状态。这个是小英总统在8年当中他其实如履薄冰，带领这个国家往前走。现在大家一定要面对一个非常关键的思考，在这一次的大选当中台湾如果执政党没有办法继续执政，或是国会失掉半数的优势呢，像我们这个潜舰的制造呢，很可能都会面临非常重大的困难。你知道，大家讲如果国会不过半呢，台湾的海鲲号呢可能就一烧。这是在去年排除万难当中台湾所创造的成果已经非常不容易了。那么这一次菲律宾得到诺贝尔奖的得主，他说台湾的大选结果攸关全球民主的成败。他说台湾的选举非常关键，接任蔡总统的人至为重要。他说看看香港的转变有多快，民主毁灭的速度有多快，法治崩溃的速度有多快。台湾下任领导人很重要，因为这个人将站在最前线，以巨大的中国抗衡。这句话非常重要。大家可以看到，在上一周黎智英先生呢现在出庭，他其实他的审讯会达到80天以上。黎先生出庭的时候呢，到庭聆讯的人居然没有一个人敢跟他打招呼。大家可以看到，在集权专制体下呢，权力会笼罩人心，而且让人不敢正面直视这个也告诉大家台湾所面对的未来。每一次台湾在关键时刻就有神奇力量1950年韩战爆发，毛泽东解放台湾呢，台湾在古林头战役当中获得大捷这个时候我们大概可以想见得到，在台湾面临危机灾难当中台湾在过去蔡政府执政8年当中，它其实交出各种非常不错的成绩单，不管失业率、政府的举债、台湾接单、这个台湾生产，包括基本薪资、外来投资、股票市场、上市贵公司的营收获利，包括台湾的出口，台湾都创造非常重要的成就。你可以看到在这一张全世界市值最高的30家公司当中这是台湾非常值得大家来夸耀的。你看到台湾的台积电，它现在排13，其实它应该在第10名附近它跟礼来跟 Visa 就差不多旗鼓相当。我们看到台积电现在大概5340亿，如果要排的话，应该是在礼来的后面呢，它排第11名。那但是呢，你看到中国的腾讯呢，它最好它只排在23名，而贵州茅台呢27名。那大家可以想象得到，日本的 Toyota 呢排在29，都比台积电差很远南韩唯一进榜大概就是三星那三星其实距离台湾它18名，4000亿左右，还有一段差距。在最近我们也看到中国也做了一个市值排名这个市值排名它把台积电拉到名次排在第1名那大家可以看到，从腾讯、贵州茅台、工商银行、阿里巴巴、拼多多一直都往后移动宁德时代，然后一直到后面的比亚迪这个大概前20大的顺位是这样排列。那大家一定要高度关注政局的演变。这一次我们用阿根廷的，在经过残破20年之后呢，改朝换代。阿根廷现在他的总统新当选人叫杰布瑞米内他现在所面对的是国家千疮百孔的命运。台湾在关键时刻，我相信我们都处在全球战争的阴影当中，但是呢，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地方是绝对安全的。而台湾要能够保住台湾的幸福跟福祉，最重要一个，台湾要自己自立自强，要把军备，要把台湾的实力呢要巩固好。未来的世界呢是一个选择，我们如果选错边，台湾可能要付出重大的灾难跟惩罚。这是在这一次大选当中大家念兹在兹，一定要想清楚台湾未来的定位，台湾未来的前途。今天老谢开讲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大家的观赏，下周同一时间请大家继续收看。